当我在教室不小心绊倒了，我喜欢的男生在一旁嘲讽我，说我装给谁看，结果班上我最讨厌的女生给了他2巴掌。从此我的 crush 就变了。当我被地上不知是谁撒的水绊倒后，却没有一个人扶我，我的膝盖砸在地上，迟迟起不来。这时后门传来了唏嘘声，是周放，我喜欢的男生。看着他朝着我一步一步走来，我幻想着他就是拯救我的王子。正想把手伸给他时，只听见他说：“不是吧，琳琳，走个路都能摔，装给谁看啊？”我还来不及反驳，只见人群中冲出来一个身影，啪啪2声，周放的脸上出现了2个大红印子。周沁，你为什么打我？道歉。周沁冷漠地对他说：“凭什么？又不是我让他摔倒的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”在周沁的眼神示意下，周放不情愿地道歉了。然后只见他蹲下来，表情不自然地对我伸手：“你怎么样？能自己起来吗？”打死我也没想到，扶着我去医务室的是周沁。她是周放的姐姐，也是我在这个班最讨厌的人。可眼前这个最讨厌的人，正蹲在我面前给我的膝盖擦药。我没忍住，他一愣，手上动作没停，但是肉眼可见的放轻了。校医不在，我第一次给别人擦药，你忍一忍。擦完后，他双手将我的脚抬高一些，轻轻地对着我的伤口吹。明明吹出来的空气是凉的，此刻我却感到无比的燥热，一定是没开窗的原因。我为什么讨厌周沁呢？周沁是隔壁班的尖子生，也是周放的邻居姐姐，从小一起长大，可谓是青梅竹马。我喜欢周放，但每次我对周放做些什么，他都会阻挡。周放打篮球，我给他送自己亲手榨的果汁，结果在教室走廊看见了他正在喝那瓶果汁，还举起来向我摇了摇。入秋后，班级里都在织围巾，我怕围巾太显眼，就用线团织了个小挂件。明明放学时放在他桌上，可第2天就挂在了他的书包上。原来我为他做的都送给了周沁，原来周放喜欢的是周沁，可我还是不信邪。为此，我写了封情书，悄悄放在了他的抽屉里。第2天却被周沁叫出教室，他骂我蠢，说我写的情书周放是不可能喜欢的。我转身就走，其实是知道自己输了，不想在他面前难堪而已。回到教室，我怀疑是他偷拿了我的情书，不然怎么会在他手上？周放怎么能随便把情书给他呢？可惜我还来不及悲伤，就滑倒了，然后他就打了他2巴掌。事情怎么和我想的不一样？好了，现在能自己走吗？周沁伸手辅助我，我本能想挣脱一下，可他的力气怎么那么大？我可以的。还有，谢谢你啊，周沁同学，真是发自内心的道谢。他扶着我往教室那边走去。沉默了好一段时间，我们竟然同时开口：“你为什么打周放？你为什么喜欢周放？”问的问题不同，可男主角都是相同的。你帮了我。我先说吧，我是这学期才转来了，大家都知道。刚来没认识什么人，也不知道哪里搬书，哪里领东西。可是中午吃完饭后，桌上就多了许多新生教材，还有详细的学习资料。我就问同桌是谁送的，他说是周同学。可我们班只有周放一个人姓周。作为开启新生活后接触到的第一个善意，很难不记得。而且他长得也挺帅，一来二去就喜欢了。我说完话，周沁又是不说话，但是嘴角是弯的。你在嘲笑我吗？他居然又笑我蠢。这次是他噗呲笑出声回答的。该你回答了，为什么要打他呀？因为你喜欢他。他终于回答了。啊，我喜欢他，你就打他？那我喜欢你，你会不会就打你自己？哎呀，我在说什么？不会，
我转头看他，他居然笑得很开心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竟然还有些好看，比周放还好看。我不小心把最后一句话说出来了，就在我以为他会介意时，他说：所以你喜欢好看的，我比周放好看，那你能比喜欢周放还喜欢我吗？我怎么听不懂了？今天放学你请我吃饭吧。我帮了你，你不该感谢一下我吗？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答应了和周庆吃饭。可我已经坐在餐厅里等了5分钟了，周庆还没来，不会是耍我吧？不会是知道我的秘密去告诉周放了吧？不好意思，久等了，他终于来了，手里还拿了一个盒子。吃完饭后，他将盒子递给我，里面是一个挂件，和我送给周放的那个形状一样，但颜色不一样。你这是在羞辱我吗？你笨蛋！他又骂我。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我自己做的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。他又继续淋淋，我也姓周，所以书是我帮你搬的，资料是我帮你写的。喝你的果汁，拿你的挂件，我很抱歉让你伤心了。可是他周放真的不配。等等 ，CPU 好像烧了。转了好一会儿，我才想明白同桌为什么说的是周同学，而不是直接说周放了。林林同学，你准备一下，我要向你告白了。当天下午，我背着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脑子还是乱乱的。周庆给我表白了，我书包上还挂着他亲手做的挂件，说请他吃饭，结果是他付的钱，还说下次该我请，居然还有下次。我这有点期待的感觉，是怎么回事？不行不行，万一他这是战术，就想让我远离周放怎么办？我决定明天去找周放一趟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周放吊儿郎当地站在我面前，反正破罐子破摔了。我直接开门见山，你为什么把我的情书给周庆看？只见他满脸疑惑地看着我。原来你就是给我送水和小东西的那个女生啊。我喜欢喝甜的，下次别送了，那小挂件那么娘，我不喜欢那个情书，还没有班花李佳佳写给我的好。我就顺手给周庆看了，没想到他就没还给我，没想到他去找你了。看着他对我诚心准备的礼物满不在乎，我才知道周放说的是真的，他真的不配。你如果真心喜欢我，可以像李佳佳一样送我一双球鞋，就那双，特帅。你有病吧？我的声音打断了他高兴的话语。二货，你敢骂我？我没理他，从此水泥封心不再矮。但是没想到骂他一句，竟然惹来了后面的麻烦。我也全然不知他在后面想的竟是他这么生气，我给周庆看，李佳佳也生气，周庆也生气，他们不会都喜欢我吧？那我该选谁呢？其实不喜欢周放后，我也没多伤心。与其说喜欢他，倒不如说是给自己找点事消遣时间。眼下的问题就是周庆的表白我还没有回应。林林同学，你准备一下，我要向你告白了。我从你转学之前我就见过你，通过周庆的阐述，我知道了，她原来就是我帮过的女生。我是独生女，父母都在国外，没有陪伴，只有金钱，我还蛮接受的。遇见周庆是因为他去超市买东西没钱结账，我顺手而已。可我不知这个顺手之举他居然记了这么久。看见你转学过来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想和你接触，但我太笨，不知道如何表达，只能通过周放那个傻缺才能引起你的注意。没想到你没把我认出来。他落寞地垂下眼，我还是很不敢相信他这么轻率地喜欢我。总之初见是心动，现在是喜欢。林林不知为什么感觉他现在叫我的名字有点暧昧。我努力忍着脸不红，抬起头和他对视。你呢，林林？我的脑子很乱，我还没想好。我只能对他说对不起，我暂时还不能接受你的表白，因为我没和女孩子谈过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他又是偷笑。礼物你收下吧，当做新朋友的开始。明天见林林。直到下午放学我都没见到周庆，原因无他，我故意躲着他，
不好意思见。放学后，我被一个高挑的身材挡住，是班花李佳佳。听说你喜欢周放，心思藏挺深啊，不过他已经接受我的表白了，你还是别想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听见了周放的声音，你别听他瞎说，他把我们俩扯开了一点，站在中间。我知道你们都喜欢我，但不至于要为我吵架呀。还有李佳佳，我没接受，你们还是可以同台竞争的。李佳佳，那你收我礼物的时候怎么不拒绝？他气得转身走了。好啊，感情这周放是个普信加软饭男啊。我也打算走的，谁知道周放竟然拉住我的袖子。我救了你，你不请我喝水吗？好熟悉的套路。李佳佳走后，我还是给周放买了瓶水。其实主要是想知道更多关于周庆的消息。从周放的口中，我知道周庆家里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，那个妹妹嘴甜会撒娇，所以她经常受到忽略。之前高中家里忘记给生活费，她也不好意思要，所以我顺手帮她结账，她会记这么久。想到这，我难免替她难过，幸好之前没有为了周放对她做了什么傻事。周放看我发神，用手只戳了戳我的额头，好巧不巧被周庆看见了，有一种莫名的心虚，我赶忙向他跑去。好巧啊哈哈，我追上他并肩走。不巧，你躲了我一天。他声音还是平淡，甚至带了点委屈。主要是我也第一次经历这种，我怕见了尴尬。你刚刚和周放一起，还喜欢他吗？他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，在路灯的照耀下亮晶晶的。然后他低头又说，如果你还继续喜欢他的话，我也不会再打扰你们了。仔细一听，眼里竟然带了点哭腔。我突然就想到了周放说的话，他不争不抢不开口提需求，就连我只是简单的帮他付款这种小事，他都可以记好久。我突然就又生气又心疼，但我只是摇摇头。我不喜欢周放，以后也不会喜欢周放。他抬眼看着我，像是松了一口气。我今天找他是问了你的一些消息，他也不问我问了什么，直到你可以亲口问我。对你我绝不隐瞒，怎么办？这样的周庆我真的有点心动，好像我本来就应该喜欢他，而不是周放。只见他眼里带泪，但还是一脸认真对我发誓。稀里糊涂的，我问他，周庆，你想要一个抱抱吗？我们在路灯下拥抱，旁人看见也只会觉得是姐妹情深。我发现他居然比我高，于是我将头埋在他的锁骨，轻轻地吻了一下，而揽在腰上的那双手收得更紧了。那你以后不许骂我蠢了，我喃喃道。他又摸了摸我的头。我就这样和周庆谈起了恋爱。这比起对周放那种喜欢，我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喜欢一个人。我不会问周放每天在做什么，可我恨不得天天都知道周庆在做什么。但他确实不管做什么都会给我说，报告宝宝，今天上课老师抽我回答问题，我全答对了，我厉不厉害？禀告老婆，同桌让我一起打排位，我给你留了位，等你上线哦，诸如此类的话，他对我发过很多。我很难想象周庆这种外表高冷、不喜言笑的人居然会对我发出这种消息，但一想到他只对我发，我就高兴，我就自豪。追周放时，我想的却是老娘这么美，他凭什么对老娘不感兴趣？而学校里美女很多，我属于有点颜值但不高的那种，我开始注重打扮自己，甚至产生了自卑感。所以我也偶尔问他会不会嫌弃我，但他总会夸我，对我说情话。不会，我喜欢的首先是你这个人，外表、颜值、智商这些都是额外的礼物，因为是你，我都喜欢日子就这么快乐又平淡的过着。到了高三下学期，因为周庆成绩很好，平时会带着我一起复习，所以我们打算考一个城市。但是这段日子没安宁很久，周放好像很无聊，居然来对我表白，说当初我骂他是因为想吸引他的兴趣，还说我成功了。
我没当回事，毕竟对于他来说，感情真的很轻浮。我甚至给周庆讲了这事儿，他让我别理他。可后来周放给我送水，写莫名其妙的小纸条，还当着全班面说以后他罩着我，以至于班上的人都以为我有一腿。我将这些都给周庆说了。你是想我帮你解决，还是你自己去我和他坐在校园的椅子上？我觉得他也不是真的喜欢我，只是无聊吧。等有时间找机会和他说清楚好。我相信你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又听见他说，但不要讲太久，我会吃醋。但我还来不及找周放，就被人告到班主任那去了，说我早恋。老师，我不喜欢他，这是我对老班说的第3遍，可他还是不信。因为他看了一张照片，那上面是之前我写给周放的情书，那字迹老班认识。你们现在正值关键时期，怎么能做谈恋爱这种伤风败俗这事？好好的年纪，不知道认真学习，听着这些让我耳朵起茧的话，我不由得走神。只是普通的谈恋爱，他们都接受不了。那我和周庆怎么办？心里想着这个人，周庆就进来了。老师您好，我们王老师说您这有最新复习资料，想让我拿一份。老班一看是年级第一，豪爽地翻找着东西，多向周庆同学学习。人家是年级第一，要多和他打交道。他又恨铁不成钢地瞥了瞥我们，随后摆摆手，行了，每人5000字检讨，明天交给我，我和周庆同步出办公室。周放真的没脑子，他居然认为周庆是因为他才去的办公室，又对周庆表白了。虽然带了点玩笑味，但毫无疑问还是被周庆打了一顿。然后我们三正式坐在一堆谈了谈。他情书照片拿来的，他不是我拍的。你知道，我觉得那情书写的烂，怎么会拍照？我和周庆同时瞪他，他闭口无嘴。他以前的事就过去吧，你只需要记得2点，他现在不喜欢你。他现在是我的。周放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然后在周的眼神催促下走了。他为什么这么听你的话？我忍不住问。之前也是，居然可以教育他。我刚搬过去那段时间，他因为乱跑差点溺水，是我抓住了他。他的父母很感激我，说要认我做干女儿。一来二去，我就能管住他了。他就是傻，但人不坏。路上的狗看他一眼，他都觉得狗喜欢他们。我好像被冒犯了。宝宝，我不是这一次情书照片，果然是李佳佳拍的。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喜欢周放，知道我给他放的情书。这些是我的好同桌告诉我的。他看见过李佳佳在周放桌子前拍照，但具体是什么不知道。周庆也从周放那拿到了李佳佳的情书，内容和我的大差不差。所以李佳佳不仅拍了照，还根据我写的重新编了一遍给周放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就因为我喜欢周放。当我把问题抛给李佳佳时，他还在给我装傻。这些是周放告诉我的。我说出这句话后，他面不狰狞。凭什么？琳琳，我讨厌你。凭什么你一转过来成绩就比我好？按理说你们转学生不应该成绩这么好的，可你却超过了我。就这。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都怀疑是听错了。所以我知道你喜欢周放，我就是要故意和你抢他。他好像真的没脑子。我被气笑了，该说不说。在某些方面，你和周放还挺配的。在教室的周放，阿秋，又是哪个女生挂念我？对于他这个话术，我还是有点理解。对于高中生来说，成绩确实重要。我没赚来时，他是老师捧在手心的宝。我来了就分走了他得到的关注，讨厌我也没什么问题。所以我只是对他说继续加油，然后就走了。我和周庆在没课的时候都会黏在一起，甚至有几次我假意借东西去他寝室挨着他睡午觉。我没想到这些被李佳佳看了出来，更没想到他嫉妒心那么强，居然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庆的父母。周庆已经2天没来学校了，我给他发消息，
他只会对我说没事，乖乖别担心，然后就是问我有没有好好吃饭。可这天周放突然找到我说周庆和他父母吵架了，现在找不到他人。我慌了，消息他没回，电话也不接。我知道他一直很懂事很听话，可为了什么他居然和父母吵架？正值周末，周放去他家问情况，我去外面寻找。找到傍晚时，我蹲在路边等周放。周放见我的第一面就是你和周庆在谈恋爱，听他说这句话，我就知道完了。他的父母知道了，他的父母很传统，认为女孩就应该遵规遵纪的读完书后找个男人结婚生子。女孩子和女孩子谈恋爱肯定很难接受，我觉得是我害了他。可周放接受的挺快的，居然还安慰我，周庆按理说算我干姐，那我要叫你干姐夫吗？哎呀，别沮丧了，现在把周庆找到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掏出手机，给周庆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，宝宝，我好想吃糖炒栗子，你看到后帮我买好不好？你不会突然消失的，对不对？看到要回消息哦，然后手机就关机了。世界好像陷入了灰暗，我心不在焉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没想到居然在楼下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，是周庆，怀里还抱着糖炒栗子。我快步上前，站在他面前，他眼睛红红的看着我，琳琳，对不？我一把抱住他，别说对不起，你给我买了我爱吃的糖炒栗子，我喜欢你，你特别好。说着说着，我竟然带着哭腔，琳琳也抱着我哭。周庆，你想要一个亲吻吗？这次我没等他回答，我就先吻了上去，还含着泪，带着一点咸味。事后我将他带到我家，他一边给我剥栗子，一边对我说发生的事。李佳佳告诉他父母，他承认了，爸爸动手打了他，那个妹妹在一旁阴阳怪气的煽风点火。他爸让他和我分手，他不同意，然后他爸让他滚出去，选他就别待在这个家。你就真走了？那还回去吗？他为了我一颗栗子，还笑对我说那个家有我没我都一样。看着他笑着对我说，我心里很难受。他那么好，唯一为自己争取的东西就是一个我。周庆，我给你一个家，从此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。我以为是周庆需要我，可最后抱着他痛哭的是我。你以后不许不回我消息，不回消息是中途没电了，我以后绝对不回了，作为惩罚，你今天必须抱着我睡。我还没接电话，再来一个惩罚吧。李佳佳不知什么原因退学了，听说是因为压力太大，但我也没想真正怪他，毕竟后面的日子真的很快乐，日子还是这样平常的过着。周庆家里人也没找过他，仿佛真的当他不存在，但他不在乎，还是像平常一样。不同的是，周末他跟我回家，他给我做饭，然后我洗碗，他给我讲题，我给他暖床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和周庆考上了同一所大学。我们没住宿舍，在外面租了个小房，因为他成绩确实出彩，被一个老师拉去一同创业。大四时，公司已经做了很多出彩的活动，我科少时就会去他的公司看他工作，他课少时会陪我一同听课。直到这一天，我刚到周庆的公司楼下，就看见从电梯下来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李佳佳。她穿着性感的包臀超短裙，瞟到我后向我走来。不会吧，你也在这公司上班？公司什么时候这么拉了？什么人都招进来，公司最近要招品牌宣传人，招的自然是一些数一数二的美女。你都在这，我凭什么不在？我对了回去，就凭你高中和我抢，现在也想和我抢吗？我什么时候和你抢了？我无语。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目的。不管怎样，等会儿是最后的面试，希望能在最终结果见到你哦。他阴阳怪气地对我说，哈哈，既然他这么想见，我就让他见。去找他的这条路我也走熟了，他们公司的人或许都知道我们的关系，但都心照不宣的不说，甚至还会私下磕我们的 CP。
这些都是周庆告诉我的。我来到周庆办公室，一如既往的先给他一个拥抱。宝宝，待会儿你们是不是要面试新人啊？他放下手上的人员简介单，双手环住我的腰，嘴若有似无的碰脖子，昨天还没消散的红印。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去看看？我看到了李佳佳的名字，我点点头。面试的最后一关就是在摄影棚，要拿着产品介绍。周庆牵着我的手走进来，周围的人都轻轻点头。看着这些美女一一上去介绍，我忍不住抬头想看看她是什么反应。结果她在认真打分，察觉到我的眼神，会对我轻轻一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受不了她的笑。最后一个是李佳佳，她信心满满地走到中间，刚举起产品，正要微笑介绍时，看到了我和周庆，嘴角瞬间放下，脸色无力。我礼貌微笑，对她摆摆手。好在她工作能力挺强，一下就调整了表情，重新介绍产品。而我的手还没有自己放下，就被周庆用另一只手握住压了下来，然后用一个我只在床上看过的眼神看我。我悄悄捏了捏他的手心，他才继续看单子。这些都被李佳佳看在眼里。李佳佳通过了面试，因为她确实出色。但我没想到她居然敢勾引周庆。那天我一如既往地买了些水果去找周庆，竟然看到了李佳佳穿着低胸衣和超短裙去问周庆问题，可时则是不停往周庆那边靠。但还没等他俩肌肤相亲时，周庆就猛地站起来。你发癫啊！我没忍住笑，走了进去。只见李佳佳的脸是又青又红。你凭什么他可以，我不行？什么你不行？你们心思不一样，怎么能行？再说，就算一样，你也不行。可见周庆被吓住了，有点语无伦次。然后他站在我旁边，双手举了起来，对我摇头：“老婆，我可没碰他啊。”我看见了，我拍拍他的肩。然后我转头对李佳佳说：“我们谈谈吧，李佳佳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针对我。不管什么都想从前，这强你其实很厉害。”我说出这句话时，他有点呆地看着我。成绩不差，至少是年纪前10，可你压力太大了，上错了轨你也能做个好的品牌介绍。如果我针对你，就不可能让你通过面试。可见你很优秀，好好把握，别再走错了路，放过我吧，也放过你自己。说完这些话后，我就离开了。毕竟有个眼神一直盯着呢。我挽上周庆的手，背后传来一声对不起，我没回头，他也不想让我看见他难堪的样子。我摆摆手，往事如烟。我父母回国了，我提前给周庆说过，这周要和我父母见面。他很诧异，我告诉他，我们感情稳定1个月之后就出柜了。我的父母常居国外，非常开明。和爸爸妈妈吃完饭后，他们很喜欢周庆，聪明漂亮又善良，最重要的是还爱我，恨不得现在就出国办婚礼。我只能打着哈哈把他们送走。周庆全程很乖巧。回家后，我问他会不会怪我，早就出柜，却没给他说，他只是摇摇头，只是说觉得对不起我，还没有带我去见他父母，给我一个名分。我笑他，又不是皇帝，要什么名分？他只是亲了亲我的嘴角。第二天，他就安排了一场聚餐，来的是周放的父母。哎呀，我的干女儿，怎么现在才给干妈讲啊？我看看，很般配嘛。我知道周放父母喜欢周庆，但没想到这么喜欢。周母一直拉着我的手，甚至还想把他手上的镯子取下来给我。周放的爸爸虽然不怎么讲话，但还是给我包了一个红包。周放这个没心眼的给我送了一个篮球，怪不得现在还没有女朋友。晚上他又问我会不会怪他这么突兀，我说这是惊喜，爱你的人能够支持你来看你爱的人，我很荣幸。我们在阳台接吻，外面是繁华城市，我们还有无尽未来。全文完。周庆番外，
自从那个所谓的后妈和妹妹进门后，爸爸对我的关注就少了。从小到大，大人们对我的评价都是懂事乖巧，所以我一般不会提什么需求。但自从他们来了后，我竟然产生了想抢的想法。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成绩，所以我拼命的学习，企图用成绩换取他的一点关注。可是好像没什么用，因为那个妹妹只要抱着她撒撒娇，就可以轻易得到我不敢奢求的东西。我觉得没意思，我开始变得不争不抢。遇到周放是意外，我只是恰好出门散心，发现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掉进了水坑。那坑不深，可他一直哭得我心烦，我就拉了他一把，并且发誓这么没出息的人以后绝对不能要。没想到他回去在他父母面前大夸特夸，他父母就认为我是他家的救命恩人。我解释过很多次，那只是个小水坑，可他们根本不在乎，所以一来二去就认了个干爹干妈。我也很喜欢他们，他们给了我家的感觉。上了高中，我的父亲又忘记给我生活费，兼职费用也没发下来。刚下班肚子很饿，可一些简单的吃食我都付不起。我在收银员面前很难堪，也很难过。为什么爸爸会忘记呢？可他昨天才给妹妹换了新手机，我都产生了想直接抱着跑的想法。是不是坐牢了，爸爸会在乎我一点点？就在这时，他出现了，帮我解了围，还说没关系。就那一眼，我记住了。不是他的话，我都不知道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。很开心的是，我高二又遇到了他。我帮他拿了书，准备了一些资料，怀有小心思告诉他的同桌，记得说是我送的。但我没想到他同桌有点笨，他也有点笨，居然认错了人，那个人还是周放。我生气，但我不敢说，而且他好像把我忘了。我更生气，所以我把气撒在周放身上。他送的果汁我喝，他送的挂件我戴，他送的情书不行，该出手了。李佳佳番外，从小到大，我的妈妈都要求我只能考班级第一，不然就不许回家，不许吃饭，不许睡觉。在他没来之前，我确实是第一，可他来了之后就变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考第二，可我的妈妈却罚和我跪了整整一夜。李家的女儿怎么能当第二？自己好好反省一下，最近有没有努力？所以我讨厌他，那个转校生林林。我开始针对他，他报名什么比赛，我就报名，他喜欢的我也都要抢回来。可我没想到那个周放确实有点神戳戳的，我怀疑了他的眼光，但我还是要抢。可他最后原来喜欢女生，我也明白对方父母的顽固。我恨他，不想他们好过，所以我告了密。但他们还是没分开，我突然觉得没意思。我的成绩自然一落千丈，但我妈认为我有病，她把我送去看心理医生，就没管我了。我自主退了学，自己研究起了美妆。工作后我又遇见了他，感觉阴魂不散。没想到他女朋友是周沁，周沁是老板，他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行？但我低估了他们的感情，原来我真不行。我有点落魄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他突然夸我厉害，从小到大我没在我的父母口中听到过一句夸奖。他说我在这方面有天赋，他让我放过自己，我才醍醐灌顶。